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免费领取5天会员，补充你的精神食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Are you ready？ 请我们的每一位精彩的嘉宾带来他们的音乐年代秀。欢迎58岁逆风翻盘的60后欧嘎，以及被称为灵魂辩手的70后黄执中隆重登场。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80后打工人嘴进门腔，为律师界的神仙老板刘思远，拳头喜剧人张伟伟，纸媒转战播客的马军闪亮登场。接下来欢迎东方卫视主持人90后于有矿，楼子界的汤臣一品90后王继业，以及初入职场就快喊出要100万年薪00后 Rocky 闪亮登场。走了，嘿，的冲动，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掌声送给所有嘉宾！欢迎大家来收看今晚不加班。本节目是由偏硅酸型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今天呢，我们把嘉宾分为了世代，我们从60后的欧嘎姐姐到00后的 Rocky， 相当于什么呢？半个世纪。哎，我也跟大家来坦白一下，我是今晚不加班的主理人李川，是一名00后，哈哈。不好意思，隐瞒了年纪，对不起，我是10后。不是能给锤娜丽莎打个电话吗？每一个世代啊，不论是60后还是00后，都对于职场有不一样的解释和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这期的主题显而易见，就是翻滚吧后浪。其实我们今天呢，也在网上搜寻了很多各个年代不一样的流行语。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哦，这个王继业能猜到吗？你别出声。哎，有可能。还有什么新答案？我在回忆这个是不是5笔输入法5笔，哎呦，你刚才出来的时候站的是哪个年代？5笔输入法这5个字听起来就无比的惊人。王旁青头兼5一，土12干10寸雨。你在说什么？这是咒语吗？这是？你真的会5笔啊？啊！我知道答案，知道的都是00后吗？所以在00后这是一个常用语吗？你刚才那个，来，给我们一个提示，英文，英语。你们真是闲出屁，有英语还缩写啥呀？我知道了 ，Nobody cares。哦 ，Nobody cares。所以是什么意思呀？就是现在没有人搭理你，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下一个。是妈呀！叔叔没牙。这边00后知道吗？我不知道。给大家一个提示语，用来形容我的。盛世美人。哎哎呀，这种真心话也留下吧。这哪是真心话，这是大冒险啊，哥们儿。下一题。哦，哎，这个等知道人先别说。00后知道吗？我就不太会我反正不会用现在。那我也不想承认我知道了。你们知道一个东西叫做调制解调器吗？
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我知道调制解调器，这边知道吗？我听过调制解调器，我也大概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是4大发明那一类的东西。在00年代上网的时候，会在聊天室里面问你是哥哥还是妹妹。来看看正确答案。哥哥们，所有的00后都齐声跟我说他知道第一个词，然后却不知道其他的词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有点蓝瘦香菇了。这有够老，你什么烂词？看得出来，不同时代的人网速确实不一样。每个时代的不理解，我们称之为代沟嘛。接下来有请王继业来说他上班的那点事儿，欢迎。对不起，我以为。大家好，我是季业。最近入职了一家新公司，哎呀，你要问我上班的感受，想走，想离开，想谈一场说走就走的离职。真的，互联网公司节奏确实太快了。我才上了半个月班，同事说感觉我已经入职半年了。在我们公司，时间流动的速度不一样，不知道以为我在天庭上班呢。因为你知道我为啥找班上？我本来想的是来公司当吉祥物，用为数不多的名气来抵消业绩。但我们公司有吉祥物真用啊！你们见过雪王自己手打柠檬茶的吗？干得我人都麻了。我说怎么柠檬不让隔夜，人也不让休息呀？我想上班的原因就是想规律自己的作息，现在彻底规律住了。早上8点起，晚上2点睡。阎王爷见了我都得感叹，真是天道酬勤啊！天天熬夜，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中药，能熬，命还苦。一熬夜我就吃点护肝片，但你知道熬多了总迷糊，吃错了，把护肝片吃成了比沙可定，就是泻药。现在2点睡，4点起夜，打工人混成企业家了啊！你们见过凌晨4点的卫生间吗？什么谐音梗？但幸亏啊，有喜马拉雅 APP。压力大的时候就听小说播客放松一下。喜马拉雅还有很多健康养生的内容，可以帮助咱们脆皮打工人自救。我声明一下，朋友们，这不是广告，这都是我抵抗班味的养料啊。我介绍一下自己，我今年90后，然后29岁。这句最好笑。很担心，因为一说到了35，公司就会辞退你。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上过班，我知道也有33辞退的。我们老板70后，和他上班就像你用一台老年机玩原神。他现在的微信签名神马都是浮云。现场有懂这个梗的吗？离退休也不远了。我们的老板总说一些黑话，但不是那种抓手啊、赋能这些。老板的黑话是真的黑。有次让我接待客户，他说：“小王，那个你那啥一下，但记住别太那啥。”哎，他重音也有问题。你们有人见过重音会放在别太上面？你放那啥都行啊。万一人那啥的话，咱们就那啥了。我当时都恍惚了。你们考过 GRE 吗？啊，有种英文里面混了文言文的感觉。我说这段话到底表达了老板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啊，我说仓颉当年费劲造那么多字，白造啊！我仓颉你造个那啥不就完了吗？你就跟后人说多了，你们也用不着，你们就那啥吧。我看那啥2字都恍惚，我进黑社会了吗？是啊。我说老板，你不会让我想杀了客户吧？哪一组他？要不老板你当面壁者吧？3体人打过来都迷糊，是那啥那啥，人类果然深不可测呀。我们老板虽然是70后，但是思维很年轻，他智商大概相当于20后，一个5岁的小男孩。经常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去年年初，他想做个短视频账号，
2个月时间，让我们做到行业头部，我就是他眼里的龙华寺，他拿我祈福来。我本来想在职场里佛系一点，老板拿我当真佛呀，我真佛了。我还问预算多少，他说先别考虑钱，我当时就懂了，70后的老板要跟我谈感情了。我说那咱得有启动资金啊。他说2000够不够？2000，行业头部，2000在电商之都杭州那都烫不了头部啊。现在入职新的公司，身边同事都是00后，每次看到他们，我都特别能共情皇后，看到甄嬛的样子，比我有能力，还比我年轻。就是我拉磨拉得好好的，老板突然拉着一辆摩托车进来了，你知道吗？但我们公司还好，都是良性竞争。网上总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我觉得都是短视频带的节奏。你说岗位都在 HR 手里，工资都在老板手里，00后还整顿职场，职场都不欢迎00后。为什么有人总说人生是旷野？因为办公桌不让我们上啊！别说上桌吃饭，00后想上桌办公啊！而且我周围确实都是那种努力工作的00后，而且都说整顿职场，我说会不会整顿后的职场，那才是职场本来该有的样子呢？我现在会带一些00后的实习生，我有时候老得给他们解释，我说为什么老板一发消息你就得回复收到？为什么有的员工业绩差但就是能混得很好？为什么明明请了假还是要秒回消息？为什么已经到点了你就是不能下班？为什么咱们节目叫今晚不加班，但我们还得熬夜来录呢？最后我想说，职场代沟其实很好解决，咱们就只有先那啥，再那啥，最后肯定就。谢谢大家，我是季业，祝你们家开心，谢谢大家。感谢季业。我们刚才记者听到了很多00后，其实呢还没有来得及整顿职场，可能就已经被职场整顿了。所以到底是整顿职场还是被职场整顿？我们先问一下在场的00后吧 ，Rocky， 你觉得是哪一种？我觉得今天我作为全场唯一一个00后代表，我真的要为00后发声。其实00后很多时候不小心犯的错误，就容易被误解成我们来整顿职场了。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一定会搜很多攻略嘛，就是职场新人千万不能犯的10大错误。其中一条就是，如果你和老板出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坐到后排，因为如果老板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他是你的司机，会有投诉他的冲动啊。对。有一天，我和老板，还有老板的老板，还有一个同事，4个人一起打车出去，然后车到了，我就直接打开副驾驶门，我坐进去了。我的领导，还有他的老板，还有一个同事，3个人挤在后面挤了1个小时。后来那个同事提醒我了，说，哎，是不是应该让大老板坐前面去？然后我突然恍然大悟，然后我说，啊，领导，我是不小心的。然后老板说，没事儿，00后嘛，你们都很有个性，不用多解释。然后我说，完了，这下完了，就放心，哥们儿，4个老板打1个车也不是什么大公司。确实是，很多时候只是00后的一些对职场的误解，就被误认为是整顿职场了。基业有这种吗？我没有整顿职场的这个例子，但是我被职场整顿过。哦，你还能被职场整顿呢？就我之前带一个实习生，因为我当时本科毕业，他是研究生，按理说他的资历比我大，但他按序列他就是我的实习生，我是有权给他派活的。这个小人得志的样子。反正那天是6点多，按我们互联网公司算是刚刚找回工作状态的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来帮我干这个活，但是他有点很生气，然后他就表达了一些负面情绪，他要揍我。啊，这么严重吗？对，因为他是有练过健身的，你看过 UFC， 他大概是那种块儿，然后你就获得了人生的第1桶金。我已经在选车了，我已经在。他没有打成我，但是他晚上发了朋友圈给我吓坏了。他说今天晚上我卧推200斤，朋友们，当时我180斤。他可以边卧推，我再拿2个10斤的杠铃，你知道吧？当然我自己也会在职场上整顿吧。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我倒没有说打人，我就是会打印一些老板的表情包。哦，今天其实正好也做了一些我们老板的表情包，眼神迷离。
我后来发现，就是长得丑的人真的很容易做成表情包。是啊，你可说呢，真是这样。天道好轮回，你看这个多好。我现在非常想要用这个表情包。今天晚上咱俩也能给我推200斤，差不多。你当时发过老板的表情包给老板吗？发过，但后来转正之后就有边界感了，就一旦有五险一金限制你，就觉得人还是得做自己。OK， 今天也是你最后一次来这里，你放心。对不起，老板，对不起，老板。威哥有曾经整顿过职场的经历吗？我有一段时间干活，然后爱笑那个德柏，因为我们总去那个老板办公室里头顺饮料喝，然后他就说：“薇薇，我看到那个张总办公室里有艾灸，你拿那个艾灸熏一熏那个膝盖会舒服很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拿过来了，我就熏，我说：“哎呦，哎别说哈，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个还香香的。”然后肖旭来了，那是张总的雪茄，哥们儿。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呢？完了他说，我说那扔了吧。然后那个肖旭说别这扔了怪可惜了。他说雪茄呀有那个雪茄碱还是什么，说切掉了你放回去还能抽的。是。我说那别浪费了，切了就放回去了。然后整齐的一排雪茄里头就有一根巨短，你知道吧？这怎么办呀？然后德柏说那就把长的全切了吧。我看到黄志忠老师频频点头，是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整顿这个词啊，那很容易让人有对立的感觉。我觉得职场是一个相互习惯的过程。我之前跟一位做了蛮多年的 HR 的一位老朋友在聊，他说所有人来的原因跟走的原因根本不重叠，就是当你走的时候，哎，奇怪，你当时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业界500强吗？现在我们依然业界500强啊。你当时来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行业在上升期吗？现在依然在上升期，你来的原因都没改变，你为什么要走呢？所以你说是不是年轻人在整顿职场？有时候不是，这个阶段要的跟下个阶段不太一样。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你看从学校出来，他可能不太熟悉工作上怎么去应对，也许他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习惯。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整顿职场的行为，其实大家听完了都是我们在适应职场而已。所以今天在场上的每一位，能不能给我们现在的职场的新人一些初入职场的小建议呢 ？Rocky 有吗？我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啊，就是当时我在一个快销公司实习，其中一个老同事花了1个小时去展示他的那个 TVC， 大老板啊突然来了一句：“小梁，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那时候突然就说：“现在谁还会看广告短片啊？”然后整个场子就冷掉了。你把整个人的方案否定了，他把这个会议都否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实际上老板想听不同的想法，但是你又说我觉得这个不行，马上老员工就得罪你了，就不带着你一起玩了。是多大年纪的老员工啊？就是不会是90后吧？80后都有。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婉转的去回答，也就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表达公式，就是可以先夸，然后再提问。比如说我换一种方式说，我觉得今天其实我学到了很多。第二部分的数据其实准备特别充分。那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考虑一些短视频上面的一些投放？这个其实就是稍微婉转的一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老板又不会觉得特别被冒犯到。你可以先那啥，再那啥，之后肯定就那啥了。对，刚才 Rocky 提的这一部分特别的好，他给我们00后多出了一个新的提法，先赞同，然后表扬，最后再提出一个小小的疑问。你这公式你学会了吗？我觉得呢，刚才张威的表现呢还可以。首先这个就不是赞扬，他内心是现在谁还看张薇薇呀？我自己刚进职场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从学生思维到职场思维的转换嘛，也就是职业化的过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代教律师跟我说，我们有一个案子，有2项基础事实要跟客户核实，你给客户打个电话，然后把事实拿过来之后去向我的代教汇报。代教听完之后呢，又接着追问了几个问题，说你问了吗？我说我没问。他说那你再去接着打一个电话去。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你干嘛你自己不打呀？你有这么多问题你自己问不是能一次性问完吗？但我没说，我照做了。你后来就发现有些事情你是光观察不够的，你必须要自己去实践。明白。这就是一个
职业化的过程，慢慢摒弃掉学生思维，可能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甚至都不会有人给你去考试，不会有人给你布置作业，你就要自我成长。我们刚才听到了每一个世代啊，不论是60后还是00后，都对于职场有不一样的解释和不一样的看法。当然了，现场有一位嘉宾，他对于每一个世代都非常了解，那就是资深 HR 门枪。有请门枪带来他的脱口秀。大家好，我是门枪安。今天呢，聊的是职场代际沟通。其实我觉得职场上代际沟通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和职级有差异。比如开会的时候，每个职级的人带的东西都不一样，专员可能会带个笔记本，经理可能带杯咖啡，总监就带着专员和经理，CEO 就是啥都不带，脑子也不带。当然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呢，可以展开单独聊一聊，就是00后。其实我一开始也有点害怕00后，因为00后真的很优秀，而且他们很反套路。举个例子啊，80后、90后其实可以从穿着打扮上来讲，就能摸出一些他们的套路。比方说，那个男同事他每天都是很邋遢的，突然有一天他穿得很帅，然后呢，同事都会去找他说：“哎，今晚干嘛？去约会啊？有什么安排啊？”这是你们看出的套路，但是 HR 没有办法这样开心的去跟他聊天，因为我一眼就看出来他要去面试。他跳槽了，我要重新招人了。但是呢，我不会戳穿他，我也不会把这个鉴别方法告诉老板，因为我也要常常出去面试。但他面试次数有点太多了，你知道吧？老板都有点发现。老板问我说：“哎，门枪，那个人怎么天天打扮这么帅？他不是刚分手吗？这么快找到下家了？”我说：“他找下家找太勤了，他找太多下家了。”老板说：“私生活这么乱，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我说：“老板，你放心，很快见不到他了。”这就是80后的穿着套路，但是00后他穿着就是一直很松弛、很自信，打扮都是舒服为主啊，不会为了面试去改变自己，对不对？说委婉点，这个叫始终贯彻自己的穿衣风格；说的直接点，就是要我花心思打扮，这个公司不配。而且我以前面试00后的时候，我会很担心他们会像网上渲染的那样，面试的时候就很善于演戏，入职之后货不对版。整顿老板，面试的时候都是我愿意学习每一个部门的工作。过了试用期之后，我说那个财务部让你开个会，说关我什么事？对吧？过了试用期就和没过试用期判若两人，这种感觉就像卖家秀和买家秀。过试用期之前是我愿意加班。过了试用期，今天这个破班我就上到这里了。没过试用期是我愿意沟通，过了试用期就是少来烦我。没过试用期是我可以接受批评，过了试用期来有种开除老子，来。过了试用期之后，效率就会明显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很多部门负责人都会很着急，他就会来问我，他门枪，你作为 HR。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我们这些过了试用期员工的工作效率？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关我什么事？老子也过试用期了。哎，事实证明我这些担心都是多虑了，因为00后、90后、80后都这样啊。只不过为什么我们一直讨论00后，是因为00后这3个字自带流量嘛，对吧？与其说00后在整顿，我感觉00后更像在整活，很有必要。因为原本这个职场就是死气沉沉，就需要00后带来一些活人气息。而且现在很多人会拍那种打工 vlog， 我作为 HR， 我很鼓励大家这样做。我甚至还会给大家做数据，偷偷点赞。因为这样，一方面节省了在面试的时候我介绍公司的时间成本。哦。面试的时候，很多人会问：“那 HR 你能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吗？”我说：“来，关注他。”关注这个账号，打工 vlog， 自己去看吧，我去喝口水。
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可能你们吐槽公司的一个视频火了，公司也要面子的。老板那个时候找到 HR， 啊，来想对策说怎么办？我塌房了。我说哎呦，占用公共资源了，知道来找人力资源了啊。那么我觉得职场就是需要有人整顿，普通人整顿不了，一定需要肌肉发达的00后来整顿。00后肌肉太发达了，股四头肌，这里超级粗的大腿，就会发出那种大不了不干了，随时跑路的那种自信。肱二头肌也特别发达，很善于在网上发表言论。是肱二头肌发的，帮人避雷和种草我们公司啊。当然最发达的还是胸肌啊，就是有自信、有底气、有那种工作干完了我们绝不加班。你去哪儿，胸口印着5个字：今晚不加班。谢谢大家，我是孟强。大家觉得在职场里面的代际或者说代沟是能被消除的吗？如果可以被消除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没有？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就是团建，因为团建是一个脱裤子放屁，但是能把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放在一个场合里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团建是可以消除代沟的。我反对一切形式的团建。我觉得团建并不能消除职场代沟，尤其是在周末。00后频频点头是吗？因为我觉得说来简单，大家说出去玩的，但其实那个心里你要想的事情可多了。就比如说办员工运动会或者爬山，你是要比领导爬得快呢，跑得快呢，还是比他慢一点？我很希望职场能够多一些边界感。聊了这么多，就没有人是真的喜欢团建的吗？黄志忠老师75后喜欢团建吗？我76。很敏感，这个是敏感的年纪。我参加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团建，那时候是在米味，马东老师。马东老师算思想很年轻的人哎。这个先跳过。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去戈壁走徒步哦，有。沙漠里头是没有水洗澡的，然后每天这边走，从早走到晚的那种。他们还讲，他说你现在会觉得不舒服，你走完4天之后就会觉得很有收获。还有人走完了以后痛哭流涕，还会特别想要去第2次或第3次。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不废话，这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头教的最典型的自我一致性。当你在沙漠里头走了4天。然后有人跟你讲这是白走了，你一定不接受，对不对？你一定会觉得有收获，你拼老命都会觉得有收获。所以我那时候走4天的时候，我有给我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叫做我可以走，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签了合约跑不掉。可是我无论如何，我拒绝被这种自我 PUA， 你懂吧？所以我那时候那4天，我每一步都是这样走，毫无意义，浪费时间，毫无意义，浪费时间，属于 dirty work。结果走到最后一天，他们有一个分享晚会，好多人就讲哇，就是沙漠当中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我在心头一直吐槽，我想说你要感觉自己的渺小，你大哥你念书啊，而且人走在沙漠里就是沙雕啊。60后呢？我好爱团建。要不您是老板呢？我跟你们说，我超级会办团建的。说来听听都怎么办的？我绝对不会用周末去办团建，那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我一定用周1到周5他们上班的时间去办。我会让他们玩得开开心心。他们爱烤肉啊，爱露营啊，或者是爱去哪个地方爬山啊、游泳啊，一定要让他们先玩。我在年会的时候呢，我还喜欢表演给员工看，让他们知道老板有另外一面。但员工真的要看吗？你说的非常好，我练了3个月，后来我发现我在跳的时候，其实下面人都在敬酒，在聊天。所以我觉得有的老板应该还是要克制一点，不要那么爱表演。说实话，本来以为大家的团建是用来消除代沟的，但是后来发现，讨论团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现场已经出现了代沟。这个代沟就这么难以消除吗？有没有任何可以消除代沟的办法呢？这个我们在教传播的时候啊，其实是有很多的老师
是不同意有代沟这个词的。为什么？它明明叫做缺乏同理心，没有能力换位思考，缺乏向下兼容的能力。可是它一旦说成代沟，好像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叫做两手一摊，没办法有代沟。所以我们在讲亲子沟通的时候也一样，子女都没当过父母，可是每一个父母肯定当过子女。所以你难道不能够理解一个10岁的小孩或者是15岁的小孩想玩的这种心情吗？你一定理解，只是为什么？你忘了，对不对？你忘了你从哪儿来了，对。所以这个不叫代沟，叫做严重缺乏同理心，就是其中一方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因为我第一次见黄执中老师，我刚刚看他讲话的时候，我总感觉我手上少了一个按键，我想给他投票。更多内容请看《好好说话》100万畅销书。我刚才真的觉得黄执中老师总结可真的是 YYDS 呀，什么东西啊？说到 YYDS，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偏硅酸型矿泉水，是补水的好搭子，是各个代际都公认的好水。来，为百岁山干杯！好喝。接下来一个 sketch 说的也是公司团建，去暗藏玄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于组长，我们这次5一小长假从环湖游改成了环湖游，我还以为是青海湖，没想到是滴水湖啊。对呀，外湖游嘛，我们从嘉定、青浦、奉贤、浦东绕一圈，然后沿着外环隧道回到嘉定，外湖巡游记啊。哦，你是沪 C 车牌对吧？大妹，怎么能这么和组长大大说话呢？虽然我们整个的部门都是00后，但是我们不能每天在家打瓦，要偶尔出来扩练。再说了，我是组长激推，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出警，我要叫你头测，对吧，组长？你这个是00后的词吗？我怎么听不懂啊？好的，组长，好的。不过话说回来，今天露营总觉得怪怪的，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少了个人儿，没看出来吗？对，我们团队4个人，我就说少了点什么啊！我在群里发通知了呀，你没有收到吗？哪个群？我在群里吗？哦，你没有进群啊 ，Summer 把他拉进群。哦，好的。你叫什么啊？不认识我，我叫张维维啊，是咱们部门新来的00后。啊？你是00后啊？我一直以为你是80后才没有叫你啊。对呀，我们大领导嘛是92年的，出来玩带个80后像带了个爹。嘉义，我上一家公司的领导也是80后，我们聊新出的动漫，他跟我们聊德国闪电战。我们聊怎么补充蛋白质，他跟我们聊中东局势，那种爹味满满的哥哥，我们才不要一起玩呢，大妹。道理我都懂，但我真是00后，我22年我刚毕业，哎，真的货真价实啊，组长。我们的铃声都是汪苏泷，为什么你是庞龙？没事，至少不是庞麦龙啊。谁是庞麦龙？那叫庞麦郎，约瑟翰·庞麦郎，不懂的。你怎么知道庞麦郎是谁？我的沃克曼里边有他的歌。沃克曼又是什么？老张，人事一直跟我说公司里面有一个80后喜欢冒充00后，应该就是你吧？虽然我们部门不搞年龄歧视啊，但是诚信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你想清楚以后跟我坦白，我先去拿点露营的设备。哎，你组长大大慢走。不，你们2个凭什么怀疑我呢？我现在就让你好好看看，我跟李川到底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好，确实不像啊。除了这个外貌之外，你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80后 ？OK， 电视机坏了怎么办？首先把屏幕打开，看显像管，如果没坏就集成电路板上。00后不看电视。李白的定位是唐朝著名诗人峡谷第一次课。什么破问题？来，再来一个。今天你们包里装了什么？
自拍杆、云台、补水面膜、眼贴、鼻贴、额头贴。我带了锅贴、饼贴，还有创可贴。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们80后才有的觉悟。糟糕了，我也有一个觉悟，我带了一个指南针。耶，李川啊，李川带了一个指南针啊。你为什么会带指南针啊？因为我每次看到姐姐，我就开心的找不到北。我就多余问你啊，但我真是00后啊，你们就不信呐？别吵，别吵，别吵！刚刚王总来公司视察呀，发现咱们部门整个都调休了，谁解释一下？怎么办？怎么办？来，我来解释。这打字多麻烦呢，来打电话。打电话。王总，视察了，我小张，这上次跟你爸拜把子那个小张，那个是这样啊，那个对他们都在我旁边呢，行，回头我替你好好说说他们啊，好，哎呀，不洗了，刚才这个行为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80后啊。你终于承认了？我承认什么？我是00后，我02年的，我出生于黑龙江，我属马。我的 ENFP 还是 EFP？ 我的 ENFP 是快乐小狗。我跟你们说，入职咱们公司之前，我还干过2年程序员啊。哦，那合理了，合理。23岁程序员是长这样的。OK， 误会解除。既然大家都是同龄人，那露营吧。下一步做饭。好，说到做饭呢，就是我最擅长的事儿了啊！正好我今天还带锅了，但是没啥吃的，但是我抓2条鱼去吧。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一个80后的腰椎轻轻碎掉的声音。我跟你说，我是个脆皮大学生，你能信不？老张，你不要再装了。刚刚拉你进群的时候，我都看到了，你的网名叫天道酬勤。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那是我爸的手机，我自己的网名叫花开富贵。哎呀，你们不要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行不行啊？成见太深了。你说我自己花钱我买了这么全套的露营装备啊，我跟你们一起玩，我有什么错？不，这个事儿你们惊讶的是什么？你竟然买了全套的露营设备？对呀，也不贵呀，20多万。不是你们平时不理财吗？理财，好陌生的词汇。那00后不理财吗？00后没有钱理财。这个圈子我实在是融不进去了。行，那我就不跟你们玩了。哎，不说了，我抓鱼去了，你们好自为之吧。抓什么抓？抓什么抓？啊，老头，来，老，我问你，刚刚是不是你在这儿抓鱼的？谁让你在这儿抓鱼的？我们在这露营嘛，抓2条鱼怎么了？你抓鱼，你也不能抓我们小区业主的锦鲤呀你！来，身份证出示一下，跟我去保安室登记一下。小杨，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们队长啊，就回头找人，真的是，要不是我，你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们队长。这张薇薇啊，2002年生。啊！你惊讶个什么劲儿啊？你太不礼貌！走，来找你们队长来。不是，要命啊！他真是00后啊！保安哥哥，保安哥哥，哎，王总啊，嫂子没睡呢啊！我阿川呐，上次年会跟你一块儿唱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对，想起来，放心吧，我已经成功混入00后小组了啊！正在以职场小萌狗的身份监视他们一举一动，这事儿办成了，我问您要的那个随身听。好嘞，您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好嘞，你放心，我继续监视他们。谢谢。在刚刚的 sketch 里面呢，饰演00后的张薇薇呢，被误认为呢是80后，遇到了她本不应该遇到的中年危机。但是似乎现在35岁老被大家提及，包括年龄焦虑似乎成了一个热搜词语。大家是怎么看待职场35岁危机的呢？我先问问马军老师吧，我38了。OK， 前2年从互联网公司出来，35岁还是有很大感受的。就是我一直在一线工作，不管是以前做老师、做记者，在互联网公司做市场、做公关，一抬头怎么自己成老登了？但是你后面想想，就是老也有老的好处，你也要给自己找位置。你比如说，现在让我回到新东方去教书，我可能没有体力一天教10个小时的书了。但是你让我转到去帮学生报志愿，或者去猜题，
这样你的经验可能就会有优势，对吧？所以后面想想，就是我们80后其实赶上了很多时代红利，大学扩招、对外的扩大的开放，包括经济腾飞，这些好事都让我们赶上了。那现在真的需要给90后、给00后腾地方，也该腾地方了。OK， 那思妍姐姐呢？哎呀，其实，在红圈所也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你如果到了35岁，你没有去提合伙人，你自己会有压力，你自己会焦虑。如果到40岁你还没有升合伙人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心态上会崩。所以我自己想是在30岁之前，或者30岁这个当口，我就要开始为我的35岁做准备。所以我在30岁提的合伙人，然后在3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业界的排行榜上了。哇！所以我就不担心说我会不会有35岁危机，或者我会不会失去市场竞争力。还有别的办法没有？欧嘎姐姐有办法吗？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中年危机、老年危机，一天都没有。因为我一直在给自己找茬。比如说那时候我记得我在30多岁吧，我就降职降薪加入了肯德基，因为我觉得我只会批发，我没办法再进步了，我就进到了肯德基去学零售。那后来再跳到 Timberland 的时候呢，我就又会批发又会零售，我在为我自己的履历表做事。所以我会为大家讲解一件事情哈，你永远不会有中年危机的，年龄的一些恐惧都不要有，你就每天看一下我还不会什么事情，那我把它给补齐就好了呀。植中老师还有没有办法？我分享一个我个人经历过的蛮独特的经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录一个辩论节目，观众还是很喜欢我，观众也都见过我。可是我渐渐发觉，我说话的时候我影响不了他们的票。那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我们都常常看你看久了，我们已经不太想要被你说服了，对不对？所以我会发觉我在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吃力。然后我跟葛丽讲，葛丽是我老婆，然后我跟葛丽讲说，我发觉我好像已经开始说不动他们了。他说：“你现在真正要学的是坐下来，你不要再以为你是什么 king 了，你不要再以为你是什么什么高手了。”他说：“你不要这样觉得，你不要再觉得自己是主角，你要学的当绿叶。”你要学着给新人打光，你不会永远都当主角的。如果你现在不学着坐下来，那你之后就会不得不倒下来，因为那样就会很狼狈。在理智上我知道他讲的可能是对的，但我听他讲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服气。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天下无敌呀？因为你知道，就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打辩论。我这一辈子打过400多场辩论，我只输过21场。哇！不，这不用鼓掌，这不用鼓掌。当然，这因为自己人嘛，我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天下无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是的，你曾经天下无敌。他那一讲完我就没话说了。我说哇，他说的是对的，是的，就算。任何东西都是个曾经。后面几集我在录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听葛丽的话，我不觉得我一定要赢了，我也不觉得我要什么逆转啊，把票数拉过来扫过去，我不用了。我上台讲我喜欢的事情。那后面那几场，是我打过最舒服的几场比赛。对。而如果我只想着要站上来，然后所有的目光看向我，那就会是个残酷的地狱了。谢谢植中老师。所以就是从刚刚这故事，我们听出来，就是一定要听老婆的话。葛丽是非常棒的人。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那究竟35岁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我这里呢，想要套用一下黄志忠老师的观点。当我们在讨论年龄焦虑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年龄焦虑吗？不是的。什么东西？我们讨论的真正是什么？是什么呢？让黄志忠老师带来他的脱口秀。好想看李川打辩论。大家好，我是黄志忠。很高兴来到今晚不加班啊！来这个节目之前呢，
他们的编导帮我拉了一个工作群，那个群名就叫做黄志忠今晚不加班。而就在那个群里，他们晚上11点给我传来明天的内容大纲。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你们这个今晚不加班，它并不是个状态表述，而是一段非常生动的对话。啊，就是今晚啊，不加班。啊，当然来到现场啊，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除了我之外，我知道其他几位嘉宾都参加过喜剧比赛，李川冠军，对不对？啊，张继伟亚军，就差2票，哎呀，门枪12强，对不对？尤其是王继业，完全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写脱口秀的稿子，尤其是编导还告诉我，他说黄老师啊，你年纪大了，现在年轻人的幽默方式跟你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喜欢把一句话缩写成4个字的短语，啊，什么喜大普奔啊，累觉不爱啊，石动燃具，他们喜欢这个。那鉴于我对于年轻人幽默感的这种落后的理解，那我今晚的节目效果呢，可能不能保证。那换言之啊，这叫晚节不保，对不对？你们居然还真的笑，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烂的梗 ，unbelievable。好 ，OK， 可以。所以48岁的我呢，那时候抓耳挠腮，我当晚挤出了一篇5分钟的稿子，然后他们拿到了我那个稿啊，说黄老师，那我们回去调整一下。结果后来隔2天，他们把那个新的稿子给我看，我一看啊，里面我原本写的内容被删到只剩下137个字，那非常看得出来，原本的稿子他们只有2个地方不要啊，就是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说那你们究竟要什么？啊，他说黄老师，我们要来不及了。语言节奏可真好啊！他们说要我来聊聊年龄焦虑，但我坦白讲啊，这个词其实它本身就有一点点不对劲。什么意思？我们会有财富焦虑，我们会有求职焦虑，对不对？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财富，害怕找不到工作。可是面对年龄，我不懂我们到底要焦虑什么。你是害怕失去年龄吗？可恶，一不小心就失去了10岁。还是害怕自己得不到年龄？拜托老板，我年龄已经2年没增加过了，有这种事情吗？没道理嘛，对不对？年龄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努力、不需要竞争，你什么都不用做，天增岁月人增寿，自然而然就会得到的东西。那当然我知道，有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讲，说黄老师你这个在诡辩啊，你这个叫偷换概念。我们一般人讲年龄焦虑，指的是在职场上啊，怕年纪大了被淘汰，看着自己越来越逼近35，越来越焦虑。那对嘛？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要焦虑的也是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成绩、自己的竞争力嘛，对不对？你焦虑年龄干什么？当然，我也同意，人生真正需要焦虑的事情有很多。毕竟，焦虑、愤怒与恐惧，本质上就是人类赖以为生的3种核心情绪。我11点钟熬夜写稿是恐惧，啊，我交了稿发觉还得重写，这玩意儿叫愤怒。而焦虑是我后续催生一切行动的原因。尤其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人呢，不会焦虑所有的事的，我们人永远只会焦虑那种你踮起脚尖之后，对不对？离你指尖10公分的东西。就像我会焦虑11，那个晚上11点传来的内容要求，我会焦虑137，那个被最后删到只剩下137个字的稿子，我甚至会焦虑5，因为我今天要站在这边讲足足5分钟的段子。可是你知道吗？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数字是我完全没有必要焦虑的，那是什么？48。是的，我今年48岁，这是我唯一不需要去改变、不需要有行动、也不需要去对抗的事。尤其是面对这种不需要改变的东西哦，你越焦虑越显老啊，对不对，张薇薇？嗨，啊，你知道我刚刚讲前面好大一段的时候，你们都没有笑。不过你们放心，不用怀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写那段稿子的时候，其实我也塞不进笑点，啊，所以呢，编导跟我讲，他说黄老师，你讲到后来的时候，但凡发觉没有人笑，你就 cue 张薇薇，啊，他们就会笑。我说张薇薇是什么梗？他们说这叫 call back。啊，好，谢谢大家，我是黄志忠。
非常非常感谢黄志忠老师的分享，真的很棒。刚才坐在那儿，我也很想要按键，是吗，张薇薇？暗箭难防啊！这是什么梗？而你们居然笑。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很多我们在场的朋友们，我们也希望跟大家来开诚布公的聊一聊，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烦恼。不如我们场上的嘉宾也每个人来一次自己的人生之问，每个代际向我们的上一个代际来提出一个目前对自己来说最大的职场困扰。就先从我们的00后 Rocky 开始。我觉得00后成长在一个信息很爆炸的时代，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网上看到，其实人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活法，不一定每天就要在公司里当一颗螺丝钉。所以我想问一下90后的前辈，你们也会有类似的困扰吗？90后的前辈，妈呀，他已经没有说老同事了，而且你都不是90后。那经验呢？作为90后，因为我确实也是当了很多年的螺丝钉，而且我已经判断自己的能力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还是螺丝钉。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职场里接受自己只能做螺丝钉的话，那我可以在别的场景下，我可以做一把电钻。比如说我开拓一条别的赛道，我去讲脱口秀。因为其实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职场中是一直原地踏步的。就如果我们如何能接受自己一直原地踏步这个状态呢？我是一个不太接受自己原地踏步的那种，所以我自己遇到天花板的时候，我就一定会要把它打破，然后我再获得更大的一个成长空间。所以这真的是看人的，你接受自己的一个性格就好。明白，所以这其实和年龄无关，是心态。想要待在舒适圈里面，你可能40、50、60，你还在舒适圈里，还在原地踏步，那你也蛮牛的哦。那我真的身体应该蛮不错的。OK， 那刘丽作为一个80后的代表吧，你向70后黄执中老师提一个问题。我现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职场上，什么时候要做加法，什么时候要做减法？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能力远远高过于我的机会的时候，我做什么都加法。那直到你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开始慢慢感觉到你的机会多过你的精力的时候，你就做减法。我懂了，下一期今晚不加班我就不来了。做减法把我们嘉宾没了，也不是这么个减法啊，也不是这么个减法。是要提问欧嘎老师，因为我知道在一生当中啊，有很多人会给我们的建议叫做我们应该要坚持什么。如果要讲出一个你觉得其实最不需要坚持，可以提早放弃的那个会是什么？哎，有趣的问题，我也想知道。欧嘎姐姐，我觉得应该要提早放弃那个爱面子的一个坏习惯啊，还有那种不配得感，觉得自己不配，然后又爱面子，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矛盾。挺矛盾的，这人挺矛盾。人生之问这个形式会让我们知道当下的烦恼是什么。或许在另外一个时间点，你现在的烦恼完全已经不再是你的烦恼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起点，你会对刚入职场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稍微阐述一下这个画面是什么样。这谜底就在谜面上，22岁在黑龙江，你让我解释什么？OK， 想对那个时候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张维维，34岁那年你会有一个比赛，你再稍微努力一点，多2票就能超过李川拿冠军了。哎呦，对着镜头后的自己说的吗？有点困难啊，听起来。看下一张是谁？哎呦！哎呀，摄像机和摄像机不一样啊！哎，不是我写的黑龙江电视台，然后你来个中央电视台，李川。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写黑龙江电视台。不是你为什么也扛个机器呢？我想对21岁的自己说，没关系的，再等一等。35岁你会以2票的优势赢过某些人哦。是有完没？来，把我照片找我，再说句话了。年纪越大越小心眼儿。像话吗？哇，这是我，字幕员就是加字幕。哦，对，我会想对那时候的说，你可以不那么着急表现自己，
就即便老板打压你也无所谓，你可以稍微慢一点，因为那个老板3个月之后他就会因为某些原因被开了。哦，你今天有好几次小人得志的表情，知道？得了好几次志，算是范进中举了，应该是。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啊，对自己好一点啊！不管压力多大，不管工作多累，也不要吃那么多啊！就35岁真的减不下来了，真的。哇！哦，你越来越年轻啊，看着。那个时候有黑眼圈，所以我要对32岁的门墙说，多休息，多睡觉，然后不要把工作看得那么重，身体是最重要的。我想对自己说，就算你犯了当时以为天要塌下来的错误，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是女团还是脱口秀，你会有很多朋友一个接一个的爆火。不过在这些朋友的眼里，你也一直是闪闪发光的。哎呦，真好！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未来在等你。哇哦，温中老师，放轻松一点，有些东西事过境迁都不重要。是的。喜马拉雅 APP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搜索“不加班”，免费领取5天会员，补充你的精神食粮。哇，好港风哦！这是哪一年啊，欧嘎姐姐？1989年。天哪！你们生了吗？我还没生，但张荣飞生了。是。哎，不对，88年好像。哦，那我也没啥。哎呀，那个时候我在麦肯广告，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广告公司工作，然后我每天做的事情通通都是脏活粗活。我那时候长这个样子，漂漂亮亮，但是到客户那地方，我的广告公司的主管是不准我进客户的会议室的。为什么？他们很讨厌我们这种小 A1 一天到晚在换工作，所以他跟我的主管讲说除非这个 A1在这个位置上面做超过2年，否则他不准进我们的会议室，免得把我们的一些机密资料给拿走。但是你看那个时候我还是做得非常开心，所以我想跟那个时候的我讲说虽然你见不到客户，但你将来是所有乙方都扒着要去合作的大客户。这就是人生爽文吧？这爽文大女主是，真的很感动。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然后说90后非主流，然后现在又说00后整顿职场。其实我后来发现，每一代似乎都受到过质疑，但是大家进入职场之后呢，都干出了不俗的成绩。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真的容易的，然后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委屈和果敢。这都是我们努力生活的底色，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自我。感谢大家收看今晚不加班，我们下期再会，拜拜！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东方卫视今晚不加班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今晚不加班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分享你的观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来到今晚不加班，本期的主题是职场健康。怎么会辛苦工作还会过劳肥？不是应该过劳富吗？我这个随便吃跟别人那个随便吃好像不太一样。我妈心疼我说孩子不行就抽脂吧，我说那可不行，抽脂擦不干净，我得拿抹布。刷手机、打游戏，那叫快乐的晚睡。不叫熬夜，每天把 deadline 推迟到凌晨1、2点，deadline 特像一说相声的，你死不死啊？